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又来吃瓜啦。那其实这里发生内战的王国呢，并不是什么很强大的王国啦，但是我在看了他的故事之后，觉得有一点有趣，所以就打算拍成影片分享给各位知道啦。那他这边的贴文标题是说风阵营背叛了他们的官方说明，并且这里是有说到有哪一些王国是有参与这一场 KVK 的，他们共同是拿到了多少的星星，就比方说1158有13颗星星，2011有9颗星，1934有8颗星，剩下的王国他就没有写出来，可能是没拿星星啦。然后这个是他们王国匹配出来的结果，就是看双方的实力是怎么样的。那也是跟以往的数据差不多，就是在火阵营跟风阵营的王国是偏比较强一点的。这里数据最弱的可以说是水阵营吧，这边是比较差一点的。他们不只是击杀比较少之外，他们的战力也是偏比较小一点的。如果是说这个地图里面最强的阵营，应该是属于风阵营了。那我们先继续回来讲这边邮件说了什么东西。首先就是外交的部分，这里就有说到一开始他们的想法，水阵营是打算跟风阵营合作，然后火阵营是打算跟水阵营合作的。至于土阵营，他们是保持开放态度，就是讲哪一方跟他们合作都是可以的。最终他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其实是火阵营跟土阵营合作，然后水阵营跟风阵营合作。但是仅仅过去了几个小时，水和风阵营又回来谈判，他们提议把结盟关系变成火跟水阵营合作，然后土阵营跟风阵营合作，这样子 KVK 会比较精彩，这个是他们的说法。所以这个地图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左边打右边的关系啦。接着来到了他们的协议的部分，还有战斗的进程。他们一开始是已经讲好了，奖励的部分会根据他们 KVK 的表现，也就是 DKP 来分配。当关卡是开放的时候，火阵营和土阵营就展开了一场很激烈的战斗。与此同时，水阵营很快就被风阵营给击败了。毕竟你们刚刚也看到数据了，水阵营的数据是在整个地图上是最弱的，所以他们很快被打败，这个也是不感到意外啦。然后等到关卡器开放的时候，风阵营就跟他们的盟友土阵营说，因为水阵营他们是已经放弃了 KVK， 已经停止战斗了，就表示说风阵营的成绩没有办法超越土阵营的。这个时候 drama 的事情就来了，风阵营就跑去跟他们的盟友也就是土阵营讲，要给风阵营星星，否则他们就会跟水阵营结合起来，一起去背叛土阵营。他们这个情况就让我想到前阵子我做的一个影片啊，跟3372的王国管理层他们做采访，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就是敌人不出来打，然后他们没有办法根据数据根据 DKP 去获得星星。但是他们那个是已经有协议了，就是在关卡器开放之前又有讲到哦，他们关卡式的数据不算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其中一个人跟对方谈判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才导致到他们可能内战啊或者是背叛的事情发生这样子。这一次的情况也是差不多的。那么当风阵营他讲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同时间他们还反复的发送截图，就声称说水阵营想要改变盟友，他们也是建立了一个群聊，就是让4个阵营的领袖全部都进来这边聊天。在聊天内容中，火水土阵营3方都确认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盟友，就只有风阵营说哦，就是他们想要水阵营变成风阵营的盟友。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当战争一开始之后你突然之间换盟友的话，这个就是背叛的行为。那他们在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呢，风阵营当下是表示说哦，他们会尊重协议，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事情有点怪怪的。接着来到了第3阶段，黄庭还有他们做出的一些背叛行为。在他们把火阵营还有水阵营赶出了就是黄庭之后，火阵营跟水阵营是已经承认他们已经败仗了，双方都达成了停火的协议。数据也是很清晰的显示土阵营会获得星星，因为他们的数据比较好一点。风阵营也是证实了这一点，火阵营甚至还表达了对土阵营的尊重，并且支持按照原本的协议让土阵营获得星星。当土阵营要求风阵营回收一些旗帜，就是删除掉一些旗帜，以让他们能够平分黄庭的时候，风阵营居然保持沉默，什么都不讲。然后就接着
着到大家所目睹的情况这样子，风振宁就毫无预警的发动了战争，发动了偷袭，这是一个非常卑鄙的行为。这里是他自己写的，出自于对土振宁的尊重，火振宁立即回去黄庭那边帮忙土振宁。没有想到火振宁他们还是挺义气的嘛。接着来到了第4点，水振宁的立场。水振宁那边说只有2525和3170，就是墙头草啊，去帮助风振宁来背叛土振宁这样子的事情，而其余的王国其实是保持中立的态度，就是他们不想要去干涉这件事情啊，以免被贴上标签啊，就讲他们是背叛的王国。但是事实上就是有一些水振宁的战士他们加入了2525，并且攻击火振宁跟土振宁，这也就清晰的表明了他们并不是中立的立场，他们只是做个样子而已。第5点，他们的位置，他们这里所谓的他们就是土振宁了。他这边就怀疑说是不是这些外交的关系当初就已经设计好了，因为他看到水振宁跟风振宁他们在关卡4的时候交战其实并没有特别激烈啦，但他有一点很明确的，就是王国之间战争输和赢是兵家常事，时常会发生的，不是输就是赢了。王国的荣誉才是真正比较重要的部分，背叛或许可以带来短暂的胜利，你可以拿到星星，可以拿到一些奖励，但是一旦你失去了荣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挽回了。最后一点总结，风振宁背叛了他们，逼他们必须要交出星星，当他们没有办法得逞的时候，他们就会搞偷袭，然后就包括这些王国啦，但是我不确定这些王国是不是真的全部都有参与背叛啦，又再次的展示他们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星星的。当然这也是他们不是第一次在背后捅刀，他们接受这一次 KVK 的比赛结果，但是面对背叛他们不会保持沉默。谢谢大家，祝大家在 KVK 剩余的时间愉快。那么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好了，可以显然的看到水振宁好像是没有什么参战的，他们打的会比较少一点的，但是确实可以看到土振宁打的是挺多的，还有包括风振宁也是打的挺多。我是觉得说可能一部分的数据是土振宁跟火振宁交战所打出来的数据，然后剩下的一部分可能是土振宁跟风振宁打出来的数据，否则风振宁在没有跟水振宁交战的情况下应该不会拿到这些数据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报告，多数情况下都是风振宁跟土振宁玩家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了，然后这个画面就是写这个贴文的玩家所提供的数据，但是他这里并没有显示是什么时候的数据，相信是在风振宁背叛之前的数据吧。可以看到土振宁的数据确实是比较好一点点的。然后这边的截图呢是来自风振宁的玩家所讲的话啦，他这边就讲到如果他们真的要拿星星的话，背叛是100%不可避免的。下面那个对话就讲，如果他们现在更换盟友关系的话，可以是讲说因为是我们 KVK 这样子分配会比较无聊，所以他们才改变主意。但是如果等到黄庭之后，我觉得他这边应该是讲到黄庭的时期的时候吧，再更换自己的想法的话会更加困难，就是太迟去换掉盟友了。那其实这边的截图呢是比起这边的对话还要更早一点啦。简单的来说就是讲希望土振宁尽快有那个想要改变盟友的想法，因为他们这样子继续打关卡器跟打温泉，那个分数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就变成风振宁没有办法去追赶那个 DKP。 然后这个对话又不确定是谁来的，这个感觉应该是风振宁的玩家吧，他就问水振宁的玩家准备与火振宁战斗了吗？对方的回答是的。我猜测这个截图应该就是这个发帖文的玩家所讲的，就是风振宁发了一大堆截图是讲关于水振宁他们是已经说好要跟风振宁合作，然后去背叛他们的事情了。然后这个截图又不确定是什么时候啊，他这个人截图截的不是很好啊，他没有把那些时间点全部都截图下来。他这边就有讲到，但如果他们把那个结盟关系变成火振宁加土振宁，就是上面打下面的关系啦，至少我们可以拿到一个不错的 KVK。 他是觉得说这样子会比较公平的意思啦。那么他这边所放出来的截图就只有这么多而已。我们先不讲其他东西啦，只是看这里的数据。其实严格来讲啦，就算他们的背叛事件已经发生了之后，其实土振宁的数据还是比起风振宁还要更好的
其实关于他们这一场 KVK 的事情呢，其实在星期四的时候就已经有观众跟我爆料说1158那一张地图内战了，所以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了。但是现在我录音的时候呢，其实是星期日，而且星期四的时候我好像也是要准备去打自己的 KVK，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不过现在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现在变得怎么样了，究竟是谁拿下了黄庭。那根据这边旗帜的情况来看，这里领土多数都是紫色的，并且紫色的领土是已经进入到了左上角，也就是火阵营的领土里面去。然后这个蓝色的旗帜呢，应该就是水阵营的吧，这里我们点开查看，是的，就是水阵营的。所以也就是说土阵营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啦，原本他们是有机会可以拿到星星拿到黄庭的，但是因为风阵营的背叛，反而他们被推出去了，情况变成这样子。并且我看这个贴文的评论下面也是有一些玩家就讲到了，就是水阵营的问题啦。其实严格来讲，如果水阵营他们肯出来打架，就是双方都有打得不错的话，其实至少 DKP 上面不会差距这么大，还可以追回去嘛。然后这边他所放出来的截图也是讲类似的东西啊，就是讲看到他们区域5也就是关卡4的时候，战斗并不是很多，只有几个水阵营的玩家有参与战争，因此对于他们的 DKP 来讲是不公平的，尤其是水阵营的士气很低落，或许他们有不少的管理层都觉得说没有必要继续战斗了，所以这一场 KVK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公平的。所以他这边给出的提议是说到希望可以用黄庭的数据来做衡量，所以应该要拿到星星啊，是真的有一点像3372的 KVK 这样子。但他这边是已经有提前说，是在2月6号的时候就有说到这件事情啊，就是在他们背叛很早之前的事情啦。然后这个玩家相信应该是风阵营啊，但是这位玩家就不确定是来自哪个阵营啊，他就说到你想为了星星而撕毁掉他们的协议吗？也有看到一些玩家跳出来说，他们在去年的时候，他们的上一场 KVK 就已经被他们给背叛了，其他人根本都不在乎，除非他们停止这种行为，或者是莉莉丝专门安排一个专家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太大可能了。我反而觉得莉莉丝想要我们打起来，这样子他们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因为背叛才会造成更加多的战争，更加多的战争他们才可以卖到更加多的礼包资源啊，还有加速。所以这边贴文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啦。当然了，我们看这些内容呢，不能看单方面而已啦。那如果你是风阵营的玩家或者是水阵营的玩家，你想要有出来解释的话，也可以联络我，或者在这个影片的评论区下面给我知道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也知道风阵营最想要投诉的问题就是水阵营根本都不出来打架，所以他们 DKP 拿不到，这样子不公平。但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真的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也只能自认倒霉了，就是没有敌人想要跟你打，你这一场 KVK 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星星，就当做是一场 recovery KVK 啦，反正你敌人都不出来嘛。但如果要上升到背叛的事情的话，这个就很严重了。不过当然了，因为我不是当地的玩家，我只是根据这个贴文来讲述他们这一场 KVK 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背叛。如果你是当地玩家，有更详细的说明，或者是我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